冷，那种冷不是普通的冬天能形容的，是零下65度的极寒，是血液在血管里慢慢凝固的绝望，是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着求饶的剧痛。我蜷缩在高4471次列车8号车厢的连接处，身体已经失去了知觉，羽绒服早就被抢走了，毛衣也被扯得稀烂。最后的意识里是傅家豪那张扭曲的脸，我亲弟弟正用尽全力把我身上最后一件毛线衣扯下来。姐，别怪我啊，谁让你这么没用？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理所当然。我想笑，却连牵动嘴角的力气都没有。原来这就是结局。我冒着生命危险开车去接他们，他们却在我顶风冒雪赶来的路上嫌我来得太慢，扇我耳光，骂我废物。回家后，傅家豪为了讨好高铁上认识的女人，天天拿我的物资去送人。仅仅1个月，我囤的所有食物就被挥霍掉一半，然后他们把我绑了起来，像送一件货物一样送给别人交换物资。意识开始模糊，眼前一片白茫茫的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，一只冰凉的手塞给我一包东西。暖宝宝。那人的声音很低，像是怕被人听见。别上车。我努力想看清他的脸，但视线已经模糊成一片，只记得那是一个很普通的男人，穿着铁路制服，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情绪，是怜悯还是警告？我已经无法思考了，黑暗吞噬了一切。傅诗雨，傅诗雨。刺耳的声音把我从深渊里拽了出来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心脏狂跳的像是要冲破胸腔。眼前是刺眼的白炽灯，熟悉的办公桌椅，还有同事李姐那张写满担忧的脸。你怎么了？脸色白得像纸一样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又低头看向自己的手，完好无损，没有冻疮，没有淤青，没有那些可怕的伤痕。这不可能！颤抖着拿起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的时间让我瞳孔骤缩。腊月24。16点47分，距离高4471次列车发车还有139个小时。我重生了，花了整整10分钟，我才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前世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，每一个细节都清晰的可怕。那趟死亡列车，那场突如其来的极寒，那些我曾经深爱的家人是如何一步步把我推向深渊的。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打开电脑，调出了高4471次列车的全程气象数据。作为高铁调度中心的数据分析师，我有权限查看全国铁路网络的所有信息。屏幕上一串串数字和曲线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沿途32个站点全部出现了异常低温预报，不是普通的寒潮，是那种在气象学上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断崖式降温。腊月29，气温将在短短1小时内暴跌25度，而这趟列车将正好行驶在最危险的区域。前世谁也没想到，雪月过后会迎来极寒末世。一夜之间，全球气温骤降到零下60度，所有电子设备瘫痪，交通系统全面崩溃。我盯着屏幕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。系统测试，我用这个借口将高4471次列车标记为气象红色预警。这个标记不会阻止列车发车，但会在调度系统里留下记录。如果将来有人追责，至少能证明我曾经试图阻止过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前世我傻乎乎地相信了家人的眼泪，开车去接他们，结果把自己送上绝路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，但问题是我该怎么活下去？极寒末世不是开玩笑的，零下60度甚至更低，没有任何准备的人会在几小时内冻死。我需要物资，需要庇护所，需要叮！一道电子音突然在耳边响起，移动庇护所系统检测到适配宿主，正在激活，激活成功。我猛地睁开眼，面前浮现出一个半透明的光屏，欢迎来到移动庇护所系统，宿主傅诗雨。本系统可绑定任意载具，将其内部空间扩展10倍，并具备储物、监测、升级等多种功能，请选择初始形态。光屏上出现了3个选项：城市前行者、低底盘、静音引擎，适合城市环境；荒野征服者、高离地间隙、越野轮胎，适合复杂地形；风雪穿越者、高底盘、防滑链预载，柴油混合动力，专为极寒环境设计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3个，选择确认，请前往您的载具完成绑定。光屏消失，我愣在原地，花了5分钟才消化这个信息。系统金手指移动庇护所，看来上天不仅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还给了我活下去的资本。我抓起包，大步走出调度中心，下班时间到了。而我有太多事情要做。地下停车场里，我的城市 SUV 安静地停在那里。这是我辛苦工作5年，刚刚还清贷款的车。我坐进驾驶座，深吸一口气，绑定。车在屏幕突然亮起，一行行数据流闪过，绑定成功。当前形态：风雪穿越者，内部空间扩展倍数10倍，储物空间100立方米。附加功能：实时天气监测500公里范围，路况预警，EMP 防护。我感受着与车辆之间那种奇妙的联系，就像它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打开储物空间，一个巨大的虚无空间出现在感知中，100立方米，足够装下我需要的所有物资。但这还不够，系统提示我还有升级路线，吞噬稀有金属可以解锁更多功能，比如防御立场、移动种植仓，甚至……我摇摇头，把这些想法暂时压下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囤货，距离末世降临还有6天，我要在这6天里准备好一切。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的名字让我眼神一冷，妈妈。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3秒，然后按下接听键。诗雨啊，你下班了吗？电话那头传来周秀梅熟悉的声音，带着一种让我恶心的亲昵。刚下班。那就好，妈跟你说个事，你弟弟要买房，你先打个30万过来当首付，后面70万贷款你就慢慢还吧。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，前世也是这个电话，我当时拒绝了，结果他们跑到我公司大闹，让我在同事面前丢尽了脸。后来我被迫每个月把工资的2/3转给弟弟，自己只能吃泡面度日。重来一次。再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心里除了恶心
再也没有其他情绪。我一时半会儿凑不出那么多钱，那就把你现在这套房子卖了。他的语气变得不耐烦。你要知道，你弟弟才是你以后的依靠，没有他，你以后受委屈都没有人帮你。我听了冷笑不断，这种话是怎么冠冕堂皇地说出口的？可以的，我平静地说。不过我觉得你们选的那户型不太好，我们公司正好开新楼盘，其中有一栋别墅，我感觉更适合弟弟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现在房地产不景气，再加上因为我是员工购房，还能打95折，所以这个别墅的价格也就250万左右。我也知道弟弟是我的依靠，这个贷款以后就我来还了。这个楼盘是在市中心，到时候弟弟说不定还能结交富家千金呢。画饼谁不会？特别是对喜欢空手套白狼的人更加适用。这么好，那就这套吧。弟弟傅家豪的声音从背景里传来，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。我知道稳了，不过有个问题，我故作犹豫。同事刚刚给我发消息，说有人想买我现在这套房子，我现在卖房也来不及了，要不然你们先把首付45万转我一下，等我1周后房子卖掉，再转给你们。那边的沉默格外明显，但我并不着急。我那弟弟我还是知道的，只要他心动，就不怕他不上当。更何况他们一直觉得我软弱能拿捏，至于为什么不多说多点，那是我知道他们就只能拿出这么多。果然，电话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商量声，然后周秀梅说：“我们商量商量，等会给你答复。”电话挂断，10分钟后，手机响了。祥华银行提醒您，您有一笔汇款已到账，余额剩余50万元。我看着那个数字，嘴角慢慢勾起一抹弧度。45万加上我自己的存款，足够我在末世里活下去了。而这只是开始。腊月24的夜晚，城市灯火通明，到处都是过年的气息。我驱车行驶在空旷的高架桥上，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。囤货是首要任务，食物、水、燃料、保暖物资、药品，每一样都不能少。极寒末世不是开玩笑的。前世我见过太多人因为准备不足而冻死饿死，但囤货需要地方，我的出租屋太小了，而且目标太明显。如果家人发现我在囤货，一定会起疑心。我需要一个新的据点。系统提示我可以选择建造避难所的位置，只要选定地点，就能在地下生成一个不会被外界任何情况影响到的庇护所。而且只要建造成功，我还能获得无限储物空间。但问题是，选在哪里？太远的话，没有足够时间去囤货；太近的话，又容易被发现。我需要一个隐蔽、安全，而且方便运输物资的地方。突然，我想起了之前的一个客户，他拜托公司帮忙出手郊区度假村的几栋房子，听说那里处在地壳板块活动的区域，温泉随处可见。不过因为今年温度高居不下，没什么人去泡温泉，度假村无力运营，宣布破产，用来建避难所再好不过。我立刻拨通了那个客户的电话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开车来到了郊区度假村，这里的风景相当不错，青山绿水，空气清新。只不过四周的草木因为持续高温显得有些萎靡不振。不远处是一座温泉主题酒店，已经人去楼空，只剩下几个保安在看守。我选择了远离酒店、靠近山体的地方，四周有树木遮挡视线，是个隐蔽的好地方。而且这里有一条废弃的货运通道，可以直接开车进入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。我换出系统，选择好位置，点击建造，面前出现一扇虚拟光门。我穿过光门，提示音在耳边响起：恭喜宿主，地下避难所建造成功，智能管家已激活，他会帮您安排好日常起居、种植、养殖等。温馨提示：关门请默念退出避难所，进入请默念进入避难所。白光闪过，我站在了一座巨大的地下空间内，检测到主人到来，智能管家已自动唤醒。一道温和的电子音响起：主人，请跟我来，让我为您介绍一下。在管家的带领下，我清除了避难所的布局。避难所分为5大核心区：休息区、娱乐区、种植区、养殖区以及存储区。休息区准确来说就是一座大别墅，里面客厅、厨房、卧室、卫生间已经装潢好，所需物品一应俱全，油盐酱醋各类生活用品都有，而且是无限续的那种。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任何食物，需要我自己准备。娱乐区里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，比如唱 K、钓鱼、高尔夫等等。种植区和养殖区目前空荡荡的，需要我自己亲力亲为。按照管家的说法，就是要以我为主，他为辅。至于存储区，可以自动存储其他区的产出，以及我从外界存储的物资。我满意地点点头。有了这个避难所，我就有了最后的退路。离开避难所，我开始着手囤货。首先是食物，大米、面粉、压缩饼干、罐头、肉干、脱水蔬菜。我联系了几个批发商，以公司年终福利的名义大批量采购这些东西，直接送到仓库，然后我在没人的角落里收进储物空间。其次是燃料，极寒环境下取暖是生死攸关的问题。我买了大量的木炭、丙烷气罐、柴油，还有几个便携式取暖炉。然后是保暖物资，羽绒服、冲锋衣、保暖内衣、睡袋、毛毯。我跑遍了城里所有的户外用品店，把能买的都买了。药品也不能少，抗生素、感冒药、退烧药、绷带、消毒液。我还特意买了几本野外急救手册，以防万一。最后是工具，斧头、刀具、绳索、手电筒、对讲机、卫星电话，每一样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命。第一天忙完，我已经花了将近20万，但这还不够。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明天的计划。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妈妈打来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诗雨啊，周秀梅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，你爸高血压犯了，就想看你穿铁路制服回来光宗耀祖，你就请几天假回来过个年吧。我沉默了几秒，前世也是这个套路。他们骗我说奶奶病危，我请了假赶回去，结果迎接我的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团圆之旅。他们给我买了高447次列车的高铁票，
非要我坐高铁回家，说什么让全县人都看看我女儿多有出息。结果呢，极寒爆发，我被困在那趟死亡列车上，最后被自己的亲弟弟推下列车，冻毙在铁轨旁。我申请到除夕值班，3倍工资。我平静地说，3倍工资能有多少钱？他的语气变得尖锐。你弟弟的婚事要紧，王局长儿子看上你了，彩礼都谈好了，68万，你不回来，这婚事怎么办？我握紧了手机，原来如此，前世我以为是简单的团圆，没想到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交易，他们把我当成货物，要卖个好价钱。我知道了，我说我考虑一下，挂断电话，我打开家族群，果然看到母亲发了一条长语音。诗雨这孩子从小就懂事，就是太要强了，我们也不图他什么，就想过年团聚一下，结果他说要值班，3倍工资。哎，我们老了，不懂年轻人的想法了。下面一堆亲戚回复，诗雨现在出息了，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。女孩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嫁人。老夫啊，你这女儿养歪了，得好好教育。我看着这些留言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教育这一世，该被教育的是你们。腊月25，囤货进入第2天，我联系了更多的供应商，以不同的名义采购各种物资，有些送到仓库，有些直接送到避难所附近的货运通道。系统储物空间已经装满了大半，避难所的存储区也开始堆积货物，但我还不能停，极寒末世会持续很久，我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。中午，我正在一家户外用品店里挑选极地睡袋，突然感觉到有人在看我，回头对上了一双审视的眼睛，那是一个男人，30出头，身高1.85米左右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冲锋衣，他的五官很硬朗，左眼下方有一道细微的疤痕，给这张脸增添了几分沧桑感。他手里也拿着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睡袋，我们四目相对，他先开口了：极地睡袋零下40度适用，你知道要冷到多少度吗？我眯起眼睛，你是谁？他没有回答，而是拿起一盒净水片。还有这个，你知道要停水多久吗？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这个人他也知道。你什么意思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。极端天气互助会，孟延彻，有兴趣聊聊数据吗？我接过名片，上面写着孟延彻，前空军气象观测员，极端天气预警机构负责人。你跟踪我？不是跟踪，他淡淡的说，是观察。你买的这些东西，极地睡袋、丙烷气罐、卫星电话，跟我推演的末日清单高度重合。我很好奇，一个铁路系统的数据分析师为什么会买这些？我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然后笑了。看来我们有很多可以聊的。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坐了下来。3年前，我父亲在南极考察时失踪，他是一名气候学家，一直在研究太阳活动对地球磁场的影响。他发回的最后一份数据显示，地球磁场正在发生巨变，可能导致全球性的极端天气事件。官方怎么说？官方认为他是危言耸听。孟延彻的眼神变得冷峻。但我相信我父亲。这3年来，我一直在收集数据，试图证明他的理论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腊月29，地磁暴强度将达到G5级，一切电子设备都会瘫痪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不是普通的寒流，是地球磁场翻转的前兆。气温会在72小时内降至零下75度，交通系统全面崩溃，人类社会将在1周内陷入混乱。我接过文件，快速浏览了一遍，数据很详实，逻辑很严密。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那么前世的极寒末世就有了科学的解释。你想要什么？合作。他说，你的铁路网权限加上我的气象数据，合作逃生的概率可以提升47%。我沉默了。前世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，他要么死在了末世初期，要么你前世是怎么死的？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。但孟延彻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然后说，看来我们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。我们对视了几秒，然后同时笑了。合作愉快。我伸出手。合作愉快。他握住我的手。腊月26，家人突然改变了策略。诗雨啊，母亲在电话里说，我们想通了，你工作忙，我们过去陪你过年，你发个定位，我们明天就到。我握着手机，眼神冰冷。前世可没有这一出，看来我的拒绝让他们改变了计划。他们不再试图骗我回去，而是决定亲自抓人。好啊，我平静地说，我给你们发定位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刻打开系统，调出了家人车辆的实时位置。果然，他们的车已经上了高速，正朝我所在的城市驶来。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，车上除了父母和弟弟，还有一捆绳索和一卷胶带。我的眼神变得更冷了。原来如此，他们不仅要抓我回去，还要绑我回去。我冷笑一声，在物流园租下了一个仓库，伪装成公司年终福利仓库，里面堆满了廉价礼品箱。然后我在仓库周围布置了监控网，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。晚上，我驱车来到家人可能经过的服务区，他们的车停在那里，3个人都在车里休息。我悄无声息地靠近，在他们的车底安装了 GPS 定位器和窃听器。爸，绑了直接拉回去，跟王局长儿子相亲我都谈好了，彩礼68万。弟弟的声音从窃听器里传来。嘘，小点声。父亲的声音，等抓到他再说。那个贱人敢不听话，回去我打死他。母亲的声音带着一种让我心寒的怨毒。我静静地听完，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。回到避难所，我坐在黑暗中，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，他们明天就会到，我要怎么应对？直接拒绝不行，那样会打草惊蛇；假装配合也不行，那样会被他们控制。我需要一个新的计划，一个既能保护自己，又能让他们付出代价的计划。腊月27，家人抵达，我按照约定在物流园的仓库里等他们。父亲傅国栋第一个下车，
皱着眉打量着周围的环境。你就住这种地方？公司临时安排的。我平静地说，里面有些东西，你们进来看看吧。我带着他们走进仓库，里面堆满了各种礼品箱，这些都是公司年终福利。我说本来要发给员工的，但现在什么？弟弟傅家豪的眼睛亮了起来，盯着那些箱子。现在我想把他们送给你们。父母和弟弟对视一眼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这才对嘛！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是啊，母亲也笑了。诗雨终于懂事了。我看着他们的笑脸，心里只有冷笑。他们以为我屈服了，以为我还是那个软弱可欺的傅诗雨，但他们错了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今晚我们在这里住一晚，明天一起回家过年。父亲说好，我点点头。我去准备晚饭。晚饭很简单，几碗面条，几个小菜，但我在他们的面里加了微量安眠药，不是致命的剂量，只是让他们睡得更沉一些。2小时后，3个人都倒在仓库的简易床上，鼾声如雷。我静静地看着他们，然后拿出手机播放了窃听录音，绑了直接拉回去。跟王局长儿子相亲我都谈好了，彩礼68万，那个贱人敢不听话，回去我打死他。录音在仓库里回荡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割在我心上，不是心痛，是清醒。前世的我就是被这种虚假的亲情蒙蔽，才会一步步走向死亡。这一世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收起手机，走出仓库。夜空中星星稀疏，寒风开始呼啸。明天就是腊月28，距离末世降临还有不到48小时。腊月28，全国4G、5G 信号开始断断续续。新闻里说是太阳活动异常导致的通讯干扰，建议市民减少不必要的通话，但没有人知道这是末世降临的前兆。我来到调度中心，用权限调出了高4471次列车的实时数据，满载率198%，超员58%，1400多人挤在一趟列车上，他们将是我前世死亡的见证者，也是这一世我试图拯救的目标。不是因为善良，而是因为那个在车站递给我暖宝宝的人。沉默。前世他低声说别上车，但我没有听。如果听了，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这一世我要找到他，问清楚他为什么会知道。手机响了，是母亲打来的。诗雨啊，你舅妈他们没买到票，挤上你那趟车了，你照顾着点。我看着监控里熟睡的家人，轻声说好。挂断电话，我打开系统界面。昨晚我用仓库里的废旧工业银对系统进行了升级，现在我解锁了热源屏蔽功能，可以隐藏车辆的温度和电磁信号，让任何探测设备都无法发现。这是一个在末世中保命的功能，但还不够，我需要更多的稀有金属，更多的升级。下午孟延彻来到物流园，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。地磁暴提前了。他说最新的数据显示，爆发时间从腊月29、17时提前到16时30分，我们必须加快准备。你那边怎么样？雪地车改装完成，燃料和物资都备齐了。他顿了顿，但我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即4471次列车。他看着我，你一直在关注这趟车，为什么？我沉默了，因为前世我死在那趟车上。孟延彻的眼神变了，详细说说。我把前世的一切都告诉了他，家人的背叛，极寒的降临，被推出列车的绝望，还有那个递给我暖宝宝的人。听完后，孟延彻沉默了很长时间。沉默。他说高铁机械工程师，35岁，我父亲的老朋友。我愣住了，你认识他？不仅认识，孟延彻说，我还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他拿出一个平板电脑，上面显示着高4471次列车的内部监控画面。他在8号车厢，正在检查列车系统。我看着画面里那个熟悉的身影，眼眶有些发热。他也重生了。不，孟延彻说，但他知道一些事情，一些关于高铁系统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即4471次列车的控制系统被人动过手脚。孟延彻的声音变得冷峻，有人故意让这趟车在极寒爆发时停在最危险的位置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是谁？还不确定。他说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不是意外。我看着监控画面，脑子里飞快地思考着。前世我以为一切都是天灾，没想到还有人祸。这一世我不仅要活下去，还要查清真相。我们得救那趟车上的人。你确定？孟延彻看着我，那些人里有你的家人。我知道。我说，但还有27个孩子和一个孕妇。我想起了前世那个递给我暖宝宝的声音，而且我欠一个人一条命。腊月29 16点30分，天空突然泛起一种诡异的绿色，像是极光，却比极光更加妖异。我正在避难所里做最后的准备，系统的警报声突然响起，警告：检测到高强度电磁脉冲 ，EMP 防护已生效，核心功能保留。下一秒，所有的电子屏幕都炸开了雪花，物流园断电了。我启动车辆，冲出仓库。后视镜里，弟弟举着铁棍追了出来，但刚跑出几步就摔倒在雪地里。傅诗雨，你给我回来！他的声音被风雪吞没。我没有回头。高架桥上，高4471次列车像一条将死的巨龙，静静地趴在铁轨上。我驱车靠近，系统接入列车的紧急广播频道：各位旅客，列车因不可抗力暂停，请保持秩序。林车长的声音传来，沉稳而有力。但下一秒，一个熟悉的声音插了进来：我姐是铁路的，让他派救援来，不然把车长扔下去。是傅家豪。我打开实时监控画面，看到了让我心寒的一幕。9号餐车里，我的家人已经控制了局面。父亲傅国栋站在桌子上，大声宣布着新的秩序。母亲周秀梅正在搜刮乘客的食物和保暖物资。弟弟傅家豪则拿着一根灭火器，威胁着任何敢于反抗的人。他们从受害者变成了掠夺者，只用了不到1小时。我看着画面，心里没有任何波动。前世我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这一世只是提前看到了真相而已。孟延彻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我拿起对讲机，已经到位。他的声音从频道里传来：雪地车在桥下，随时可以接应。
陈默呢？他在8号车厢连接处已经组织了20多人准备撤离。好，我说开始行动。我用无人机侦查了高架桥的情况，桥墩处有20余人正在用窗帘结绳爬下列车，为首的正是陈默。他用手电筒发出摩斯密码 SOS。27名儿童在11车，供暖将停。我的心一紧。孟延彻，桥体情况怎么样？不妙。他说，我计算过，桥体承重已超限值，2小时内可能坍塌，那就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撤离。问题是，孟延彻说，9号车的暴徒发现了我们的行动，他们正在组织人手阻止撤离。我看着监控画面，果然看到傅家豪带着几个人朝11车方向移动。我去引开他们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说，那是我弟弟，我知道怎么对付他。我驱车来到列车下方，用扩音器大声喊道：傅家豪，你不是想要车吗？下来拿啊！列车上的暴徒们愣住了。傅家豪冲到窗边，看到我坐在车里，眼睛都红了。傅诗雨，你这个贱人，想要车就下来。我说，我在下面等你。你以为我不敢？他抓起一根铁棍，兄弟们，跟我下去。他带着几个人冲下列车，朝我跑来。我冷笑一声，启动车辆朝远处驶去。他们在后面追，但怎么可能追得上我的车？我在雪地里绕了一个大圈，把他们引到了远离列车的位置，然后突然掉头，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，带起的雪雾把他们整个人都埋住了。傅诗雨，我杀了你！傅家豪的声音从雪雾里传来，充满了愤怒和绝望。我没有理会，驱车返回高架桥。孟延彻已经用攀登绳搭建好了滑索系统。陈默在列车内组织儿童转移，一个个小小的身影被绑在安全带上，从窗口滑出来，沿着绳索滑到桥下。我在桥下接应，每接到一个孩子，就交给旁边的志愿者照顾。第5个孩子滑到中途，突然停住了。我抬头一看，绳索被9号车的暴徒砍断了，孩子尖叫着坠落。孟延彻扑了出去，凌空接住孩子，但自己撞上了桥墩。孟延彻，我冲过去，看到他躺在雪地里，额头上全是血，但怀里还紧紧抱着那个孩子。我没事。他虚弱地说，快救其他人。我咬紧牙关，把孩子交给志愿者，然后重新固定绳索。列车里，林车长正在用灭火器与暴徒对峙。你们这些畜生，这些都是孩子！老东西，滚开！傅家豪一棍子打在他头上，林车长倒下了，从列车的连接处滚落，消失在风雪中。我看着这一幕，眼眶发热。前世也是这个人在列车上维持秩序，最后为了保护妇孺而牺牲。他是个好人，一个真正的铁路人。沉默。我对着对讲机大喊：还有多少人？19个孩子。他的声音很冷静。还有8个。加快速度。明白。救出第19个孩子时，对讲机里传来一个虚弱的女声：我是11车3B 的苏晓，羊水破了，别管我，先救孩子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这个声音，前世我缩在连接处瑟瑟发抖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声音递给我一包暖宝宝。我怀孕发热，你用吧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他的善良让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受到了一丝温暖。苏晓，我对着对讲机说，坚持住，我来救你。不用，孩子要紧。孩子已经安全了。我说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我驱车来到11车下方，用扩音器喊道：苏晓，能听到吗？从窗口出来，我接着你。窗口探出一个苍白的脸，一个怀孕的女人正痛苦地捂着肚子。我走不动。没关系，我说，陈默会帮你。陈默出现在他身后，用安全带把他固定在担架上，然后从窗口慢慢放下来。我在下方接应，稳稳地接住了他。谢谢你。他虚弱地说，不用谢。我说，前世你帮过我，这一世我还你。他疑惑地看着我，但疼痛让他无法思考。快送他去医院！我对志愿者喊道，但已经没有医院了，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混乱，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停止了运转。苏晓的羊水已经破了，孩子随时可能出生，必须在列车上接生。陈默说，我用机械师知识拆下座椅加热垫，可以维持温度。我来帮忙。我说，我学过急救。我们返回列车，在断电的11号车厢里，用手电和急救毯搭建了一个临时产房。苏晓躺在担架上，痛苦地呻吟着，深呼吸。我说，跟着我的节奏。他紧紧抓住我的手，指甲陷进我的肉里。我丈夫在国外，联系不上。别想那么多。我说，专注眼前。陈默拆下了几个座椅加热垫，用备用电池供电，勉强维持着温度，但还不够。车厢外暴风雪呼啸，温度已经降到了-40度，需要更多热源。陈默说，否则孩子会冻死。我咬咬牙，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了几个暖宝宝，这是前世他给我的那种。用这个，我们把暖宝宝贴在苏晓身上，用毛毯把它裹得严严实实。用力，我喊道，孩子就快出来了。苏晓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然后婴儿的啼哭声响起。那是一个女孩，小小的，红红的，但还活着，是个女孩。我说，声音有些哽咽。恭喜你。苏晓虚弱地笑了，眼泪从眼角滑落。谢谢你们。我把婴儿裹进保暖层，用身体为他挡住寒风。就在这时，车厢外传来砸门声。姐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把车钥匙交出来。是傅家豪。我把婴儿交给陈默，从车长室找到一把信号枪。退后，我对着门外喊道，否则我点燃氧气瓶。门外的砸门声停了一下，然后传来傅家豪的笑声。姐，你吓唬谁呢？你以为我不敢进去？你可以试试。我说。对峙中，我拿出手机，连入了车厢广播系统，然后我播放了那段窃听录音，绑了直接拉回去。跟王局长儿子相亲我都谈好了，彩礼68万。那个贱人敢不听话，回去我打死他。录音在车厢里回荡，每一个字都清晰可闻，全车厢哗然。这是
这是谁的声音？好像是那个暴徒的。所有人立即撤离！我对着对讲机大喊：乔要他了！车厢里一片混乱，人们争先恐后的朝出口涌去。我把苏小推上滑索，看着他安全滑到桥下，然后转身去抱婴儿。但就在这一瞬间，脚下车厢突然倾斜。9号车的暴徒为了抢孟岩彻的雪地车，用灭火器砸桥体连接处，钢结构发出悲鸣，整个桥体开始颤抖。傅诗雨，孟岩彻的声音从下方传来。我抱着婴儿，试图抓住什么东西，但车厢倾斜得太快了，一只登山扣锁住了我的手腕。抓紧！孟岩彻大喊，他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在桥墩上，另一端锁住了我，但桥体的震动太剧烈了，他也被扯得摇摇欲坠。放手！我喊道，你会跟我一起掉下去的。不。他的眼神坚定。我说过，合作逃生概率提升47%。下一秒，桥体断裂，我们随着断裂的车厢坠向30米下的冰河。入水前的最后一瞥，我看到父母弟弟抓着抢来的物资箱，随9号车一起坠落。他们的脸上是和我前世一样的绝望。他们在说什么？相亲、彩礼。门被踹开了，傅家豪冲了进来，但看到我的信号枪又停住了。傅诗雨，你让大家听听我说你们是怎么计划团圆的。我继续播放录音。你弟弟才是你以后的依靠，没有他，你以后受委屈都没有人帮你，那就把你现在这套房子卖了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天经地义。父亲傅国栋挤到前面，大声喊道。全车厢的人都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愤怒。原来这些人是这种人，怪不得他们一直在抢东西。畜生！母亲周秀梅突然哭了出来。我们养你花了28万，不该还吗？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任何波动。28万！我说我每个月给你们转2/3工资，赚了5年，你们算是多少钱？他愣住了，而且我继续说，你们真的花在我身上过吗？从小我就跟着爷爷生活，逢年过节也见不到你们，你们管过我吗？关心过我吗？你们只是把我当成提款机，当成货物，要卖个好价钱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一个字都像刀子。这事我不会再让你们得逞。系统突然发出警报，警告，桥体应力已达92%，请立即撤离，所有人立即撤离。我对着对讲机大喊，乔要他了！车厢里一片混乱，人们争先恐后的朝出口涌去。我把苏小推上滑索，看着他安全滑到桥下，然后转身去抱婴儿。但就在这一瞬间，脚下车厢突然倾斜。9号车的暴徒为了抢孟岩彻的雪地车，用灭火器砸桥体连接处，钢结构发出悲鸣，整个桥体开始颤抖。傅诗雨，孟岩彻的声音从下方传来。我抱着婴儿，试图抓住什么东西，但车厢倾斜得太快了，一只登山扣锁住了我的手腕。抓紧！孟岩彻大喊，他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在桥墩上，另一端锁住了我，但桥体的震动太剧烈了，他也被扯得摇摇欲坠。放手！我喊道，你会跟我一起掉下去的。不。他的眼神坚定。我说过，合作逃生概率提升47%。下一秒，桥体断裂，我们随着断裂的车厢坠向30米下的冰河。入水前的最后一瞥，我看到父母弟弟抓着抢来的物资箱，随9号车一起坠落。他们的脸上是和我前世一样的绝望。冰冷的水吞没了一切。我在昏迷前启动了系统紧急模式，水下生存舱激活。醒来时，我身处一个干燥的气泡内，四周是冰冷的河水，但我们被一层透明的能量罩保护着，没有一滴水渗进来。孟岩彻躺在我旁边，正在为我处理肋骨骨折。你醒了？他说，声音很虚弱。我们在哪里？河底。他说，车厢卡在桥墩处，上方冰层厚2.3米。系统显示，当前状态，水下生存舱运行中，能源剩余18%，氧气循环，电解冰水维持，预计可维持时间72小时。72小时。我说，我们能撑过去吗？能。孟岩彻说，陈默知道我们在这里，他会想办法救我们。我看着他，突然发现他的额头上有血迹。你受伤了？小伤。他说，比起这个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他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，3年前，我父亲在南极发回的最后一组数据，就是预测今天。他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他试图警告世界，但没有人相信他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死了。孟岩彻的声音很平静，但眼眶红了。官方说他是在考察中意外失踪，但我知道他是被人灭口的。灭口？有人不想让他把真相说出来。孟岩彻看着我，继4471次列车的控制系统被人动过手脚，不是意外，有人在故意制造灾难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是谁？还不确定。他说，但我父亲留下了线索，在他失踪前，他发给我一份加密文件，我一直在试图破解。文件里有什么？一个名字。孟岩彻说，还有一份名单。什么名单？幸存者的名单。他看着我，上面有你。我愣住了。我傅诗雨，28岁，高铁调度中心数据分析师。他一字一句地说，你父亲的研究表明，你是关键人物之一。关键人物？什么关键？拯救世界的关键。冰下的3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3天。系统能源一点点耗尽，氧气循环越来越微弱，我们不得不减少活动，尽量节省每一丝能量。孟岩彻的高烧越来越严重，我用最后的抗生素救他。你为什么救我？他虚弱地问。因为你也救了我。我说，在桥上。那只是合作。不，我握住他的手。你本可以放手，但你没有。黑暗中，我们靠在一起，用体温互相取暖。我父亲，他突然说，他一直在研究一个理论。什么理论？地球磁场翻转不是自然现象。他的声音很低。是人为的。人为？有人在故意触发地磁暴。他说，目的是
清理人口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你是说有人觉得地球人口太多，资源不够分配，所以要用这种方式减少人口？孟延彻说。极寒末世只是第一步，那下一步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说，但我父亲留下了线索。那份名单上的人都是被认为可以在新世界中生存下来的人。新世界，一个由他们控制的新世界。孟延彻看着我，而你是其中之一。我沉默了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父亲。他说，傅国栋。不，他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我愣住了。什么？你的亲生父亲是一名气候学家。孟延彻说，他在你出生前就死了，被那些人灭口的。那些人是谁？一个叫做方舟的组织。他说，他们相信人类需要一场大清洗，然后由他们来重建文明。我的脑子嗡嗡作响，前世的一切突然有了新的解释。为什么家人对我那么冷漠？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把我当成家人？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孩子。那傅国栋和周秀梅，他们是方舟的成员。孟延彻说，负责监视你。监视我？你亲生父亲留下了一些东西。他说，一些可以阻止方舟的东西。他们一直在找，但找不到。什么东西？一个坐标。孟延彻说，一个可以关闭地磁暴装置的坐标。我沉默了。那个坐标在哪里？在你脑子里。他说，你父亲把它编码在你的基因里。只有你知道。我怎么可能知道？你会知道的。他说，当时候到了，你会知道的。年初一，系统能源即将耗尽，我们用机械部件制成了一个手摇钻，在冰层最薄处开始凿洞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每一下都耗费着我们最后的力气。再加把劲。孟延彻说，就快到了。我咬紧牙关，用力转动钻杆，突然钻头顶端传来一阵空洞的回响，通了。我们用尽全力把洞口扩大，阳光从上方照射进来，刺得我眼睛生疼，但那是温暖的，活着的光。傅诗雨，孟延彻，你们还活着吗？活着！我大喊，拉我们上去。绳索放了下来，我们被一点点拉上去。岸上，27个孩子裹着拼接的保温材料围成圈取暖，苏小的婴儿在一位老奶奶怀里安睡。陈默带救援队守在洞口，他用列车残骸做了信号发射塔。你们怎么找到我们的？我问。你的系统。他说，在最后一刻发出了求救信号。我看向孟延彻，他虚弱地笑了笑。我说过，我们会活下去的。我们以列车残骸和我的庇护车为核心建立了一个临时营地。清点物资时，有人在下游冰面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是傅家豪，他怀里紧抱着一个物资箱，但箱子是空的，他饿死的。我站在河边看着那具尸体，心里没有任何波动，不是恨，也不是悲伤，只是虚无。要埋葬他吗？陈默问。不用，我说让他去吧。我烧了3张纸钱，不是给家人，是给林车长和所有没撑过来的人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。孟延彻铺开地图，高铁线下方有供暖管道和应急物资储备点，沿着铁轨走，我们能活下去。我点点头，那就走吧。远处我看到2个熟悉的身影沿着铁轨踉跄走来，是傅国栋和周秀梅，他们还活着，但已经是2个空壳了。傅国栋的一条腿断了，用一根木棍支撑着，周秀梅的头发全白了，眼神空洞的像2个黑洞。他们看到了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。诗雨，周秀梅的声音沙哑，救我们！我看着他们，然后转身对陈默说，按营地规则，新加入者需隔离观察72小时，并进行劳动评估。你，傅国栋的脸扭曲了。我们是你的父母。不，我说你们不是。我转身离开，不再看他们。风雪依旧，但内燃机车头改造的取暖炉已冒出炊烟。孩子们在雪地里画出歪扭的火车，我在旁边写下高4471次列车终点站春天。3个月后，我们沿着铁轨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地下掩体，那里有足够的物资和设备，可以支撑我们度过最艰难的时期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在掩体里找到了一份文件，是我亲生父亲留下的。文件里详细记录了方舟组织的一切，还有那个可以关闭地磁暴装置的坐标。我把坐标交给了孟延彻，去吧，我说，完成你父亲未尽的事业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你呢？我笑了笑，我要留在这里照顾这些孩子。那个坐标我知道在哪里，我说，但我现在不想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需要我。我说，这些孩子需要我。他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点点头。我明白了。他转身离开，但在门口停住了。傅诗雨，他说，等一切结束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我等着。1年后，极寒开始消退，气温慢慢回升，冰雪开始融化。我们的营地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小型社区，有了100多人，孩子们都长大了。苏小的女儿会叫妈妈了。我站在铁轨旁，看着远方。孟延彻还没有回来，但我相信他会回来的，因为我们约定过。又过了1年，春天终于来了，冰雪彻底消融，大地重新披上了绿色。我站在营地的门口，看着一群孩子在草地上奔跑嬉戏。傅阿姨，一个小女孩跑过来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她手里拿着一朵小花，黄色的，在春风中摇曳。这是迎春花。我蹲下来，轻轻抚摸花瓣。春天来了。春天是什么？春天是希望。